哎，Hello，今天又犯了个错误，直播的时候又在我的 Mac 和 PC 之间切换，结果直播的流没推出去，所以现在重新录制一下啊。嗯，对，今天我们轻松一点，不讲 AI，也不讲这个经营大战啊。今天我们讲一本理财童话，叫《小狗钱钱》。这个书的作者呢是一位德国的企业家和投资家。他名字不太好记啊，德国人的名字我不太会念，也记不住。那他就是26岁的时候破产，然后面临巨额的债务，然后这本书就是在他逐渐的偿还清自己的债务，并且建立自己的财富帝国之后，写下的这么一本指南吧。读这本书的感觉呢，就是我特别有一种我昨天在开车路上突然想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经常说聪明和智慧。聪明呢，大家这个词儿在中文也好，英文也好，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解啊。但是我昨天发现一个重要的事情，聪明往往是来自个人的灵光一现，而智慧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代表一大个族群、一大群专业人士啊，甚至一个国家，世世代代，甚至几十代人的这种智慧的结晶。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们往往才把它叫做智慧。那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有感觉自己平时零零散散的有一些感觉的问题好像被作者一下子点醒了。其中我自己体会最深的一个就是，我工作这么多年啊，也看到过很多非常强悍的年轻同事，论实力、论能力、论这个理财能力，我认为他们是远远超过我的啊。但是，其中有一些这类朋友，他们就我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不开心啊。他们会经常他们说的这个上班如上坟呐、就是总是觉得自己被金钱奴役，总是觉得自己的生活不顺利。嗯，这里面这个作者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呃，幸福其实是一种能力，并且它是一种战略综合能力。也就是说，你要通过不断的刻意的训练，不断的刻意的去建立，将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各方面财富也好，情商也好，与家人的关系也好，社会地位也好，这些东西去组成一个复合体的战略能力。这样的话，你的幸福才最终成为这些战略步骤的最终的确定性的结果我想这个是可以说敲醒了我吧，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要去不断的去锻炼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包括与孩子相处与父母相处如何赚钱呢？如何积累财富如何保护自己的资产等等，这些非常复合的一个综合话题那换句话说，你都不想赚钱，不想理财，不想去幸福生活，那谁能帮你呢？对吧？必须得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这上面去。嗯，对。那这里首先，他作者就是说提醒了一部分家庭一部分个人他可能在童年成长中有一些错误的这种观念就是钱会让人变坏特别是一些女生说的这个老公赚了钱就会去找二奶等等这样的观点。那事实上，作者很强调，金钱是中性的，幸福的人有了钱更幸福，悲观的人有了钱则更悲观、更麻烦、更烦恼。所以，追求幸福、追求富裕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当然还有安全和免于恐惧这都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你还每天不得不面对恐惧，面对财产和人身的不安全，那我想财富对你来说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那这里有3件事儿，
要做的提醒。第一个就是确定核心目标，核心目标一定要明确，而不是向宇宙说我要的更多啊，我像叫做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给我财富吧。那什么财富？什么规模的财富？那这之前我也遇到过很多朋友啊，我要财富自由，我要这个提前退休。那我就问他，你的目标是100万人民币呢？1000万人民币呢？还是300万美金呢？你自己有合理的去计算过你退休需要用多少钱吗？你的计算方法是否经得起推敲呢？对吧？因为还有通胀的概率，还有投资缩水的遇到暴跌的这种概率，这个都是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的目标越具体，你达成目标的可能性就越高。那第二个，就作者很希望大家能够建立起具象化的视觉化的观念。这个我不敢，可以说我也没有照作者说的这个做过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比较喜欢体育运动大家知道，就是无论是你打乒乓球踢足球打篮球你经常性的将自己的动作在脑子当中去具象化的想象出来，这个对你的提升你的运动能力、运动水平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想作者想表达的就是说，你希望自己在某个领域获得成功，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也好，这个顶级人士也好，那你就应当将自己放到那个场合当中去，不断的想象并且想象的过程可能就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思路让你更加具象化的去接近这个愿景。第三点呢，就是说，准备梦想的这个储蓄罐，开始为你的这个理想去储蓄资本那当你强烈的渴望某件事情时，大脑才会开始寻找隐藏在周围的各种机会这个我想大家可能也是有体会的，就是第一，当你非常喜欢、非常热爱某一件事情，你才会去关注日常生活的所有跟它相关的比方说你是一个健身人群，那你就会对这个训练动作解剖学这个饮食的健康维生素补充剂甚至于人类相关的常见疾病你都会越来越感兴趣这是你自然而然的脑部的一个反应但是反之，如果这时候一个财经人士跟你讲很多这些财经知识你只是关心你的健身的这个相关信息，你可能就完全听不进去你也不想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脑部的反应。那第二个很重要的观点，作者很强调的就是说，盲目自信其实要远远比不自信要好因为你不自信，行动就会在开始之前就夭折，你都不会走出第一步。所以这里作者给出了一个小方法，要求大家每天花10分钟写下5件今天做的很成功的事儿。当然他没有强调说这个事情要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事，反正小事皆可比方说今天我完成了一次高强度的体育训练、体育锻炼今天我给爸爸妈妈做了一件小礼物让他们很开心或者是今天我成功的跟这个社区的老师也好，什么人也好，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沟通。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就是让自己不断的去增强这个信心，并且将这种日记长期的记录下来以及帮助你自己去回顾甚至于去完善你的行动计划这里作者对比了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那面对行动的时候呢，穷人往往说我来试试看吧那这其实是给自己留退路，而富人会说好，我想好了，我要做，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去做，我不会去尝试，我会拼到底。那面对困难的时候，穷人往往是只看见阻力看见这里不可能那里不可能，而富人呢总是在寻找隐藏的机会，隐藏的
去赚钱也好，或者是帮助社会的也好，帮助他人也好的这种机会。而面对自身的时候呢，穷人总是在想啊，我没有这个，我也不会这个，对吧？而富人想的是什么呢？想我有什么呢？我拥有什么资源呢？我会做什么呢？然后我怎么把这些东西变现呢？对吧？怎么去把它让他们来帮助我完成我的目标？而面对财富的时候呢，穷人会想，哎呀，其实我不怎么在乎，我现状也还挺好的啊。那这其实也是在给自己留退路，对吧？而富人呢，就是坦诚的，我拥有强烈的渴望，我要去获取财富，我要获得社会地位，我要拥有我自己的商业帝国啊，这是富人的决心和愿望啊。所以这里举了2个很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我能帮邻居拿报纸，加上什么呢？因为我有脚踏车，并且我有时间，这我就可以跟我的邻居谈一个 deal， 我每天帮他拿报纸吧，因为他实在太忙了，对吧？第二个，邻居没有空遛狗，但他养了一个狗，那我喜欢狗，并且我还会训练狗又可以跟这个邻居谈一个 deal， 每天帮他遛狗，对吧？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赚钱工具。事实上，成功的商业，可以说大家看到真正的具有这种开拓式的创新的生意并不多见。生活当中常见的生意往往是真正能够补充大家的缺陷啊，比方说做饭，大家不太愿意做饭，那怎么办？就吃外卖呗，对吧？可能像美国最赚钱的这些快餐公司，他们往往都是捕捉到了现代美国人的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生活习惯这个是关于所谓的财务阻断流程。客观的说，我觉得我不太认同作者在这当中用的一些数值我认为不太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状况。那这里他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背负了债务，那首先你要做的是剪断你的信用卡，从生理上、心理上去阻断新的债务创造的这个工具。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因为现在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其实都有这种超前消费，大量的依赖这个信用卡的去支付生活账单的这种现象出现。有一些真的是很无厘头的，叫做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还完这个账。那第二就是尽可能设定最低的分期，避免现金流断裂引发新的债务。第三就是50-50原则，扣除50%的生活费用后，其他的50%用来还债，然后强制的存一部分钱就是50当中的一部分要用来储蓄。最后一步就是每次消费前问自己，这是否真的必要？那这个我昨天跟我的小孩做了一次实验，他非常想买他的一个 Roblox 还是 Minecraft 的一个插件还是一个场景吧，缠着我缠了一天。我说好，我同意，但是我们有一个冷静期24小时我24小时之后你还想买，那咱们就买结果还没有过24小时，到了晚上嘛，小朋友跑过来告诉我说，你说的这招还挺管用的，我已经不想买了这个确实是真的管用，因为我对我自己也经常这样做，就是当你经过了这个冷静期之后，你会阻断很多的这种冲动性消费这个也是你避免不必要的生活开支和一些花费非常好的一个手段这里是作者建议的一个现金流你的收入总体拿出50%去养鹅，鹅是什么？鹅就是你的资本金，能够产生现金，为你生产现金的这个财富，那他们就叫资本。那他这里其实还挺乐观的梦想型储蓄罐，40%用于满足短期的强烈渴望，10%用于日常开销。我估计这是欧洲人写的这个极度乐观的社会主义环境才可能达得到你不要说月薪3000、5000你月薪3万、5万的朋友们，可能你10%的日常开销
都是顶不住的。你随便算算嘛，对不对？你在深圳5000块钱能租一套像样的住房吗？可能单身汉可以，拖家带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达成的了。对，那所以这里的比例，我觉得大家不用去参考，而是说从观念上，就是你不管多少，你一定要拿出一部分钱当做你的额养起来。对，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你已经身负巨额的债务，就这几年房地产的这个状况，我有很多朋友其实实际上已经是背着一身的房贷，少的可能几十万，多的上百万、大几百万，甚至于有背了上千万债务的朋友。那我这类朋友，我建议你好好的算一算，你算算你的有生之年，或者是说你还有赚钱能力，还有自理能力的这么多年里，你能还清你的债务吗？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或者是说大概率是一个否定答案的话，其实我很建议这类朋友换个身份，重新开始吧。这个柬埔寨小王子的生活也不是那么可怕，也不是不能想象的。重新开始也许是更好的方法，但是重新开始之前，你也得把自己的心智教育好啊。然后这里是讲这个所谓7-2法则的。那所谓7-2法则呢，就是你的投资回报率，假如说是你的投资回报是7吧，那就是你10年可以资产翻番。当然这时候你不能忽略，这里反过来说通胀的这个概率。比方说我们通胀率是5，那也就是说14年你的购买力100块钱的购买力就下降成50块了。也就是说通胀是每年都在发生的。可能官方公布的4%、5%，根据行业也好，根据你个人的家庭收入也好，还会有所不同，你生活的地区也好，还会有所不同。那作者非常强调一定要投资，那当然这个投资主要是以股市的投资为主，这也跟我的建议是一致的，建议大家进入股市，而且就是这种大盘的美股也好，日经也好，或者是欧洲的股市也好，相对正规的，比较有规律的。那作者强调就是说，股市总是有一个周期性，像四季一样轮替。那凛冬必定来临，也必然会过去。那反而严冬正是大家折扣积累资产的最佳时机。这个也是在这个股票市场上屡试不爽的一个手段吧。股票什么价位卖出，什么时候是高点，我想大家永远不能预测得准。但是你买入的价格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股票真的便宜的时候，我想就是大家应该去投资的时候。那你的选择的空间，你盈利的空间都会变得更大，对吧？我10块钱买的股票，13块钱卖也是赚呢，对吧？如果它能100块钱卖掉，那我更是赚大了，赚了几倍了。就是这么个原理。那这里呢，作者是推荐大家买这个基金，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 mutual fund。mutual fund 确实它在年化利率上，它的表现其实纸面表现是比较优秀的，因为它大都是有职业的这个基金经理操盘的，很多基金都能够达到这种年化目标12甚至20几的这种基金都不在少数啊。但是基金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它的管理费通常比较高，因为都是有专人在操盘的。那第二个就是说，无论对国际投资者还是美国境内投资者，基金 mutual fund 它的税都是一般交税，都是 taxable 的 income。也就是说，即便你不卖出基金，但由于基金经理频繁操作，你仍然需要每年向 IRS 对你所持有的基金进行完税。那这个实际上是阻断了你的复利增长的，拿掉了你一部分复利增长的这个权益而是把这个钱乖乖的交给 IRS 了所以我经常说 IRS 是美国
最好的这个教育机构啊，不管你是亿万富翁，还是这个平头老百姓，还是路边拾荒者，你都被 IRS 教育的服服帖帖啊，每个人都不敢踏雷池半步，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这个 IRS 的俘虏，甚至拉去坐牢，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我是建议大家尽量投资这个大盘的 ETF，或者是大盘的这种蓝筹股啊，这个我之前也跟大家谈到过的。那这个提醒就是大家永远不要把100%的钱投入股市啊，因为股市毕竟是一个风险资产，有可能经历非常残酷的，像这个20年代、23年代这种非常可怕的这种经济萧条，那对个人或者家庭来说就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这种亏损了。好，这里作者就强调克服恐惧，你再想好一件事。当然这里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就是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选了一个错误的方向，选择了一个不适合你自己的目标，那无论你再怎么努力，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而当你认知清晰之后，你认为这个目标是适合自己的，那你想清楚了，好，请在72小时之内走出你的第一步，哪怕只是花10分钟，做一件最简单的起步的动作，然后持续的去为这个目标努力。我想这个就是真正走向成功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并且要坚持，是吧？没有说不是说隔三差五就换一个目标，可能这样对你来说达成目标就变得越来的越不可能了。好，这里就是作者给大家的建议。首先是愿景驱动，去建立你的梦想相册，经常在脑子里具象化的去想象你的成功，想象你很具体的画面。第二呢，就是编写你的自信日记，每天写5条你今天完成的很好的事儿。第三呢，就是赚钱，想尽各种办法，打工也好，做小生意也好，开始赚取你的现金积累，资金啊，进行你的资产的积累。第三就是资金的分配，第四了啊，资金分配，阻断你的债务，并且不断的养大你的额啊，并且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加速你的愿景，通过复利的效应，让你离你的这个愿景越来越近啊，这就是作者给大家的一个最基本的建议啊。那结语就是，金钱不会带来所有的幸福，但是缺钱会影响生活的所有层面。理解理财的规律，不是为了成为金钱的奴隶，而是让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拥有意想不到的选择权，让我们无惧的、安心的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好，你的72小时从现在开始。好，我们来小结一下啊，就结束了。好，现在我们响应一下我们当时说的这个公开账户的事。那我这里是准备了一个公开账户给大家展示一下，等我先登录一下，稍等。好，这里是我在 IB 的一个账户啊。实话说，这个 IB 我个人觉得还没有陌陌好用啊，我也是用的时间不长。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这里为了给一些年轻朋友，就是展示一下，尽量去赚快钱吧，就是说不是长线投资啊。所以我这里放了10000美金，然后目标设定是这样，是3个月内看能不能翻番。当然这个目标我问了好多个 AI 都说你痴人说梦，没有这样的股票。我也不信邪啊，我想试一试啊。当然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目标是
可能过于乐观了。但是把它作为一个衡量标的来说，我认为是可行的。所以我做了很多功课调研嘛，最终选定了这样一只股票，叫做怎么不见了？叫做 BW。为什么我的股票不见了？哎，怎么回事啊？反正就是1万块钱，然后呢，我投了这个叫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这家公司也算是一个 AI 沾边的这么一个老牌的能源类的公司吧。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做一下它的背景调查。呃，那从目前看起来，我是大概13块几第一次入手，然后上星期它暴跌，跌到了9块几，我是13块多入的手，所以跌得很心疼啊。但是上周暴跌了之后呢，我又补了一手，从到今天来看，我是微赚的啊，赚了200多块。那从这个股票的选择来看呢，我认为确实它是有这种高波动的这种特性的，所以呢，它可能离我3个月内翻番的这个目标是有可能性的啊，我个人认为。当然也有可能是跌的，跌的妈都不认识，或者跌一半腰斩，对吧？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我只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选股的这个感觉，还有这个一起看一下这个股市波动的这个各种心理反应吧，也是给自己一个测试，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就到这里。非常抱歉啊，今天这个又是直播事故，我这个没搞明白啊。现在我就把这个录制视频上传给大家。好，谢谢大家，下次再见。